大家晚上好。换眼镜儿，换眼镜儿。这个这个眼镜儿这个紫光是怎么来的，我就一直没搞懂。但反正你戴着这个眼镜儿它就会有这个紫光啊，然后另外一副就没有。诶，然后好，你们都看到我了吗？有人看到了吗？都点赞了没？让我来看看现在我有几个赞。管理正在直播，现在有4个赞，22个人在看。这个好悲惨啊。好吧，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第一条，这个马云和蔡崇信的阿里相关发言，有这么一个情况，范老师就是耶伦访华前后，忽然我们外贸用的所有能收取俄罗斯贷款的货款的账号都不能用了，阿里国际站也突然没有俄罗斯客户询盘了，感觉是阿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甚至是关闭了俄罗斯的推广。您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关联吗？会是中国政府跟美国达成了什么关于停止对俄贸易的协定吗？如果对俄贸易减少或者终止，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缓和，然后重新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毕竟产能转移严重啊，指望俄罗斯一家不是长久之计。这件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反正中俄贸易呢，我们反正政府一直说我们是正常贸易，但是呢，也确实是有一些影响，而且现在布林肯应该已经到中国了吧？布林肯来之前就说我要把一部分银行的踢出 SWIFT 啊，就中国的一些银行踢出 SWIFT，对吧？要研究一下怎么能够让他们没法跟俄罗斯做生意。啊，那么来了以后呢，有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现在肯定中俄之间的贸易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中国商品到了俄罗斯以后，你也收不到货款，就俄罗斯人也没有那么诚信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抱怨说，啊我东西到俄罗斯了，要不回钱来啊，这个情况也有。然后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大概有价值100亿美金，好像是这么多钱的比特币，要打往俄罗斯，结果这个钱呢被美国人扣住了。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是任何国家都不承认说这个钱是他的，对吧？这个钱其实是谁的，大家心里都心知肚明。但是你如果承认了呢，这个事儿就有问题啊，谁也不说这个钱是谁的。现在美国就准备把这些钱直接转交给乌克兰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俄罗斯也不说什么，然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说什么，就谁也不说这个钱是谁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啊，我看看啊，声音没问题，老师好啊，今晚眼镜已经换好了呀，对，刚进来换的，对，这个啊，打个招呼，对，白熊压根儿指望不上，还是，还有对他抱希望的，哎，这个国内就没法儿说了。其实全世界所有的人，啊，这个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了。啊200亿美金的比特币啊200亿嘛，因为我看到好像有的说是100亿啊，但是具体不太了解。怎么看王小川、江南春、陈向东都为阿里云站台，这个事儿我还没看啊，但是我觉得为阿里云站台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嘛。这个干掉三胖也能爆出不少比特币，他未必有这么多，但我估计是有这么多比特币的，可能也只有某国了啊。好，继续。上期读评啊，这个一部分消费者倾向于抵制抄袭公司和产品。老范虽说不鼓励抄袭，但是谴责这些抵制抄袭的消费者，
可以这样理解吗？不可以这样理解啊。首先呢，我要讲说我不鼓励抄袭啊，这个事儿一定要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喜欢买谁家的东西啊，不喜欢买谁的产品，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呢，你不能去嘲笑那些买他们产品的人，对吧？你不能说，哎，你怎么去买人家东西啊？这个事儿多丢人啊！这种行为是我抵制的啊。就是你愿意说，哎，我就买这个，比如说香奈儿，然后呢，你去嘲笑所有买不起香奈儿的人，这个事儿呢，是我非常看不起的。啊，但你说我买我的啊，你们愿意买什么买什么，我也不管你。这个呢，其实无所谓，对吧？这个是就是我是无所谓的。你说我就愿意买香奈儿，啊，我就愿意去买这个保时捷，没毛病啊，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但是你说，哎，有人买了小米了啊，你们怎么可以买小米呢？你这么丢人啊，这个是敌视啊。再往后，这个还是上期读评，前期老范为什么怼饿了么？残酷对待快递小哥的事情，那是商业行为啊，和道德无关啊，你为什么要谴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样，商业呢跟道德是有关系的。商业的行为，它只是说有的叫违法，有的不违法。你不违法的很多商业行为，其实也是违反道德的，就跟咱们前面说的这个抄袭是一样的，对吧？你抄袭了，它不违法，但是呢，它缺德。这个事儿是饿了么这个事儿呢，也是如此。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一个商业行为缺乏相应的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时候，就会变得伤害很多人，对吧？大家要知道，早期英国人、西班牙人去贩奴啊，这个也是不违法的，但他真的是缺德，对吧？后来说，哎，我们不能再这样去做了，我们规定他违法了，对吧？饿了么现在可以这么残忍啊，这么残酷的去对待外卖小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律其实是不作为的，或者政府不作为，对吧？这个是要去批判的啊。还有啊，这个还是跟抄袭有关啊，这个我不认同。抄袭就是抄袭，借鉴会说明出处和源头，抄袭是赤裸裸的盗窃，你用了就要说明你从哪儿得到的，这是根本，而不是啥啥都说自主研发。马斯克那个设计师自己的团队啊作品啊，然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你可能听的时候没有听出来哪一部分是讲的故事，哪一部分是反讽。我呢一直讲了啊，抄袭一定要致敬，一定要写清楚出处。所有抄袭了还喊遥遥领先、喊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对吧？这确实是可耻的。马斯克的那个呢，他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团队，但是那个设计团队呢，他是我印象里是这样，就是他那个 Rosestad 是哪个设计团队，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他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他的这个 Model S 我知道是谁设计的，好像是平尼法利纳家族设计的，就是设计法拉利的家族。小米呢也从来没有说过说它不像保时捷，对吧？所以他也没说这东西就是我自己天才设计、遥遥领先，他从来不讲这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就算是一个工程师啊，他抄了人家了，也认了，对吧？对于那些遥遥领先的啊，那些我们一起来耻笑他们吧，没什么好说的。我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啊？晚上好啊，Steven 王。散人说老范最近讲过上门按摩公司上市的故事，我没找到，难道是啊？不是，这个是在 Twitter 上啊，那叫东郊到家，不叫西郊到家，叫东郊到家啊，在 Twitter 上发了一条，发了一条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公司叫东郊到家，它呢最近呢在申请上市啊，在申请港股上市，但是呢也还没有最终过会啊。它呢是一家重庆的公司，有2.5万名技师，然后呢，这个一年可能是服务500万人次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国内呢对这个事情很看好，看好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公司就能上市了，看好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又回到了这个
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不再用道德去要求这些公司了，啊，你不违法我就让你去上市，对吧？啊，这个你哪怕是说干的活呢，这个稍微啊，这个让大家觉得不是那么舒服，对吧？像这个上门按摩，对吧？你说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正规的、不正规的这个事儿？反正我没试过，我不知道，这个我只能这么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觉得，哎，好像又回到那个过去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啊，咱们就真的是工业斯巴达那个状态，对吧？你哪一个事情上来，啊，这是硬科技吗？啊，这是什么这个工业生产吗？啊，这是这个填补什么国际空白吗？是这个做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解决卡脖子问题吗？都是从这样的出发，对吧？你不问他是不是挣钱，但是你要知道上市这个事情，包括上市以后帮助股民去获得收益这个事情，你首先得问说这事儿它挣钱吗？对吧？如果它不挣钱，那你搞它干嘛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对他看法是非常正面的。很多给爱好者生产的国产摩托车一个比一个超，超完了还加了许多改进，现在圈子里头已经不叫他们抄袭了，还叫他们爆改。是啊，你比如说，贝纳利300C啊，就是号称是国产大魔鬼，对吧？然后这个，但是好像还没有人敢超火箭三啊，那个实在是太奇葩了那个车型，啊，但是比如说超，特别是很多超这个什么的，超巡航车的、超复古车的还是蛮多的。魔改，对，叫魔改。苹果上有一个类似的叫西交到家啊，这个不了解啊，这个我都没用过，你别问我这个。再往后啊，刘强东的数字人直播说分水岭是否能够分得清真人假人啊？这次都知道刘强东是假的，哪一天真人假人随机出现，观众完全分辨不清，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真正开始了。这一天呢，应该一定会到来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你想，现在电影特效已经可以以假乱真了，对吧？包括很多游戏的 CG 也可以以假乱真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啊以假乱真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难。现在大家知道，比如说在 YouTube 上，啊，它对 AI 内容也是有管控的，但是管的呢，并不是说你用 AI 做的内容我不给你流量啊，或者我不给你钱，它不会这样，它管什么呢？就是你用 AI 做了一个奥巴马说话的啊，这种明显作假的东西，它会去处罚你，对吧？你等于是利用名人效应，然后去做假新闻了啊，这事儿是不行的。啊，至于说以后到底能不能分得清刘强东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或者他明明说了，然后说这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到底行不行呢？这个以后呢，大概就是叫说你行你就行，行也不行，啊，叫不行也行啊，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啊，横批叫不服不行啊。以后就是政府认为这是你说的，你就是真说了啊；政府认为这不是你说的，你说了也白说啊，大概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后啊，这个好的服务以后一定是真人提供的，虚拟提供大众服务。现在虚拟人直播脸都没有，还没有游戏动画做的写真啊，一看就是假的。直播卖的东西没有诚意，客服都是机器人，流量批量提供就是一堆数字垃圾啊！这件事儿呢，我觉得要反过来说，就是我们一定会更喜欢真人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很高档的日料店，那么一定会有一个真人站在你面前，一刀一刀的去切这个鱼，对吧？你去高档的烤鸭店，也一定会有一个大师傅真的站在你面前把这个鸭子片出来，然后你是要为这件事儿付钱的。至于说这个真人骗的这个鱼和烤鸭到底有没有这个机器骗的好这件事儿，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对吧？我们研究了这么半天机器，就是为了让它能够稳定的输出的，但是呢，真人提供一定特性化的这种服务，啊，我们还是愿意为他买单啊。这个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反过来的，并不是说数字的就是垃圾，就是假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到很多饭馆去吃的这个预制菜，
对吧？也是这样，其实它预制菜保证什么呢？保证品位。你真上一真人给你炒，啊，你就真的有可能比如说赶上5%的机会，它会翻车。预制菜呢，就是可能翻车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可能那个比例是0.5%，对吧？但是你还是愿意说，哎，有真个人给我炒，我愿意多付他5倍的价钱，对吧？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好啊，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啊？这边没有，那我们就接着读。啊，波士顿动力放弃液压 Atlas。啊，有人说了啊，人呢是混动的吧，对吧？心泵啊，神经电动，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里头讲了一条，我说人这个东西啊，是这个电控的啊，是电动的，因为我们的肌肉是靠这个电信号来去刺激的。啊，你给它一个电击信号以后，它就会收缩，会伸张。但是呢，人家给我纠正了一下，说这事儿不对。说人呢叫游动电控啊，就是什么意思？我们实际上肌肉在做动作的时候，虽然是靠神经输入电信号去进行进行控制的，但是呢，它这个真正在里边做功的其实是什么？是糖，对吧？叫肝糖原在这个血液里面，它是要燃烧这些糖，然后把它们变成其他的废料，然后通过这种不就是通过化学能的方式去做功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人是不能算是这个电动的啊，人是这个其实应该是什么？还是应该是燃油的啊，或者说是一种化学能的。这个电只是做控制而已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说的是对的啊。再往后，擎天柱的负重能力主要是寻求一个功率和能耗的平衡点，希望在一个和成人体型重量相当的情况下，一次充电可以连续工作8小时。Atlas 的体型比一般成人要大，重量高的更多，啊，好像一次充电只能工作2小时，也就限制了可能的使用场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人这种东西其实工作效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对吧？这个就是你用这么大的一个体重啊，然后这个还负责这么大脑子，然后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头，对吧？它的这个可以输出的力量、输出的这个速度，然后整个的平衡性，确实你现在通过机械去模拟是完全达不到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就向不同的方向去牺牲。Atlas 就是牺牲的是续航，对吧？这个擎天柱牺牲的是它的负重能力和平衡，对吧？包括这个擎天柱的运动速度也是很慢的啊，跑不快那个东西，比正常人类的步行要慢很多。再往后啊，这个还是这个波士顿动力放弃液压 Atlas。有人问啊，说华为最新的9010芯片可以做一期节目吗？这实在没法做呀，为什么呢？前面那麒麟9000S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还都惊讶了一下，对吧？惊讶了半天，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厉害，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对吧？后来发现这事儿，大家就是谁也不提这事儿，谁也不说这事儿，然后呢，谁说你就算造谣。虽然有人把它拆了，然后也去研究了，但是呢，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9010这儿呢，就大家连这个兴趣都没有了，大家也就懒得说了，就这样了。所以从我现在看到的各种报道上来看呢，就是甭管是 Mate 60的麒麟9000S，还是现在的9010这样的芯片，它们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就是达不到这个现在高通8Gen3的这个水平，大概能到888或者8Gen2的这样的水平吧，可能到8Gen2都差那么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芯片发热非常厉害，耗电也非常厉害。啊，这个其实作为一个造芯片的新手来说呢，犯这种问题是很正常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兼容性还是要差一些，也就这样，对吧？现在做完了以后，到底谁给他做的，谁也不说，他自己也不说，对吧？反正他不是上市公司，他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这个中芯科技的中芯国际的这个股价还暴跌了，说哎，华为自己造出来用不着你了，对吧？这个事儿，所以就搞得最后有点里外不是人了，就是你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这个，但你又没有真正的这个底层的技术可以拿出来跟人讲，对吧？那就这样呗，那还能怎么办呢？再往后啊，这个波士顿动力这条啊，这个价格打下来也没用。现在打螺丝的机器人几十年前就多了，
人形机器人真想不出有多大的工业用途，色情业才是方向啊！工业机器人根本没必要人形化和动物形象化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思路也很清晰啊，这个是这样，就是机器人呢，其实跟现在干的大模型也很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到底是要一个通用的，还是要一个专用的？就是原来那种打螺丝那种专用机械手啊什么的，确实啊，这个近十几年是快速的普及了，对吧？它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机械手到一个地方去把这个螺丝拧死。但是这种东西呢，就是你可能换一个生产线，换一个零部件，你要重新编程，否则它就没法工作啊。那么这就属于叫专用设备。而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的是什么？就是它是通用设备。就是你造一个了，你可以在这儿打螺丝，可以换一个厂位工地打螺丝，你可以这个做所有这个事情，你只要有一个机器人就可以都搞定了，你不需要让他们固定在这儿，因为你想，他以前这机器人是拧在地上它不动的呀，对吧？它就是一个大机械臂嘛。所以当你需要它做这个通用机器人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需要跟人一起混用的时候，比如这儿人也可以工作啊，你把人替换了以后，机器人也可以替代这个岗位的时候，那么人形是必须的啊。至于色情业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啊。为什么呢？就是机器人这个东西，刚才我们讲了，你要想达到人的这个体重，人的这种身高和这个密度的话，其实是有巨大限制的，对吧？这个不是那么好做的，而且你跟人打交道，你比如说你真的跟人有肢体接触了，那么他可能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过这个什么那个 FDA 的认证啊，什么这种东西啊？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啊。这个我觉得以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过程来说，这可能是下一步啊。他们先能去打螺丝就完了，打螺丝你说我多拧两圈少拧两圈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你要真做色情业这事儿，你多拧了两圈少拧了两圈这个我讲哪儿了？咱们讲别的吧啊，这个就讲到这儿了啊。这个再往后当时看到现代公司收购波士顿动力的股份，我是以为韩国要开发终结者机器人呢，真觉得认为终结者机器人非常适合韩国情况啊。这个也是啊，韩国现在号称是第一个可能因为出生率下降而亡国的国家，对吧？那他以后没准靠机器人替换一部分啊，这个我们就看看未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吧。我看看这边。呃，老范，请问现在的 AI 大模型可以理解人类画的草图吗？其实可以啊，就是但是它你说理解的到底有多准，这个事儿不好说啊。但是呢，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你特别是你比如你让 AI 拿图画去改这个视频的这个过程，对吧？它如果不能把这个图画去进行理解了以后，它是没法去让你做视频的啊。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在某乎上回过一个帖子，某用户公开大肆宣扬，表示“我穷，我用盗版”，这半句能接受，下半句是说用正版的都是傻叉。国内无论哪个领域，在观点两端都太多的二极管了，这是非常可悲的。是的，盗版这件事儿呢，我也是觉得，就是你实在是穷，你说我要非要用不可，我盗版了，但是这事儿呢，你还是要知道它是可耻的，然后你不能去笑话那些用正版的人，对吧？但用正版的人呢，反正我们也不要再去讲这个用盗版的人怎么样啊，咱用自己的完了。我指的是结合提示词、手工草图来指导 AI 图像生成，可以啊，像 ControlNet 就是你随便手画了一个东西，它就可以，你不需要提示词，它就基本上能认出来你在干什么。现在这种是挺多的，但是认得有多好就不行，不好说了啊。预制菜，红烧的汤羹类的菜稳定性比人工烧的口味稳定多了，而且有足够的时间把鲜味物质烧出来，还节约店面的场地和时间。对，你不认为那个里边是加的香精吗？对吧？我今天看那个辛吉飞给大家演示什么呢？日式骨汤拉面，对吧？然后就专门有一种东西叫骨汤膏，
对吧？就是你拿一个碗，然后挤一点骨汤膏，然后煮一碗面扔进去，说那味道好极了，那个你根本吃不出来。啊，中芯国际半年前莫名其妙的涨了一波，半年后又莫名其妙地跌了一波。厂家表示很无辜，啥也没干。他要敢承认他干了啥，直接就进实体名单了，就甭干了，对吧？感觉人形机器人唯一取代不了的就是线下色情业，其他 AI 都能取代。我觉得它也还是有机会的吧，这个只是时间还要再等一等，赶上了，赶上了。机械手 yes，但是双足没必要，轮子可以很复杂、很强大，或者多足更好实现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一定要做双足，而且为什么比如说马斯克一定要做纯视觉的这个系统啊，这个车机系统，其实一样，就是说我们要跟人一样，双足，人是双足，我觉得这东西一定要做成双足的。人是靠双眼去进行纯视觉判断、避障和这个寻路的，那我去训练的时候一定是纯视觉。原因呢，就是要跟人互换，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在一工厂里头，我做的梯子啊，我做的各种的夹缝或者做的这个东西，啊，我只要人能上得去的地方，机器就得能上去，啊，机器能上得去的地方，人也得能上去。你要做成轮子呢，你就达不到这样。多组也是这样，你没准机器上得去，人上不去，对吧？有一些地方人到不了了，那这事儿也不行。所以呢，这个东西一定是双组啊，没什么好说的。包括像这个训练自动驾驶也是这样，你如果是配合激光雷达训练完了以后，你人就没法说，哎，我怎么看见一个东西你不去做呢？他最后发现说我这算法不一样，对吧？这个才是很大的问题了。高档餐厅厨师当面做菜这种，上一个高档机器人当面做菜一样可以取代，哎，这个真取代不了啊。比如上几百万一台的保时捷机器人，放餐厅里一样能起到名厨的效果啊，这个是完全两回事儿。现在呢是有一些，比如说机器人奶茶店、机器人咖啡厅啊，这个已经在北京街头、北京一些商场里已经有了。但是呢，就是你消费机器人咖啡、机器人奶茶的这些人啊，你是不愿意为这个咖啡和奶茶议价的，对吧？这个是机器人做的。你说我愿意多花一倍的钱去买吗？不会的。但你说我这是一个寿司之神啊，捏的寿司，我愿意提前半年排队，然后预约，然后付5倍、10倍的价格去吃，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双足机器人核心便宜，真是低成本。双足机器人其实一点都不便宜啊，就是人类直立行走其实也是没办法，直立行走本身是一个挺不科学的事情。其实双足机器人它能够维持它的稳定性这件事儿，成本是很高的。适量少许这类词，机器人能理解不能？不能啊，这事儿没戏，他们还是要去把它确定一个量的。再往后这个拉玛三打脸李彦宏，给钱了，你是真能保护好用户隐私吗？大概率是给了钱也不会保护，明明是中国人没得选择。这句话呢说的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给了钱呢，大家肯定说努力去做形容可能有一部分人是能够保护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人说你给了钱，我们就能100%的保护你的用户隐私，这个事儿是没有的。谁都做不到。其实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你花钱去上了补习班儿比如说现在每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孩子一模考完了，是不是要上个补习班儿？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电话号码了但你说我花了钱以后，如果我孩子去上了补习班儿，最后高考没考好的话，我能找他退钱吗？不能的。但是你觉得这些开补习班儿的人就是骗子吗？就是罪大恶极吗？所以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讲。再往后这个范老师能讲一讲这些百万字上下文，到底有没有偷偷帮你把 RAG 做了呢？这个事情呢，我看到一些专门研究大模型的人去讲过这个问题就是它必然是 RAG。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靠 transformer 的这种算法生成的内容就是你推算这个块的时候，它越长，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所以它不可能让这个数再继续上升了。你像这个
做到32K 或者再往上一些，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痛苦了，就是对算力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百万字的，比如说Kimi 200万字的这种大模型，对吧？它的输入你是可以输入200万字的，但是它输出是不会给你输出200万字的，对吧？说请给我写一本200万字的小说，没有任何一个大模型可以干这个事儿。因为我最近在让它写小说嘛，就是它每一次输出大概也就是到2000字到头了啊，再长了它一般不会写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再往长了写了以后，它没法保持稳定性了，对吧？你真让他写一20万字的小说出来，那他写的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把握不了，对吧？而且他也没法确认说我把东西给你以后，这就是你要的。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就是你输入可以大，输出其实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看高档餐厅是可以和厨师聊天的，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更具现场氛围做调整。他们可以更具现场氛围做调整的这个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聊天呢，主要还是一个心情舒爽吧，对，这个还是有用的。这个我记得是上次跟谁，跟文浩去上海吃的一个，日料，然后呢，他就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付费用户他是跟我一块儿去带我去吃，请我去吃吧，应该这么讲。这个就是高档日料，然后有一个厨师坐在那儿，这个现场给你去切鱼，给你去做那个什么，做这些东西。然后我上次是跟另外一位咱们群里的朋友在北京吃天妇罗，也是很高档的天妇罗。然后呢，也是有但是那个他是准备在你面前准备的，因为他炸嘛，我忘了是不是在我们面前炸的，好像不是在我们面前炸的，但是他是在你面前去准备所有东西。就是人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被人感动的而且只有被感动了才愿意付钱。那个吃饭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对的。先点赞，然后一边散步一边听。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让我去看看现在有几个赞。33个赞，149个人同时在线，好吧，今天人不多。但是昨天实在是聊太晚了，今天也困。机器人对肢体的控制会不会有一个基点？基点之前正常走路都带劲都费劲，基点到来马上就能做到比电影里的成龙都灵活，一跳3尺高。这个事情呢，可能性是存在的首先是这样这是咱们分几块来讲。第一个呢，是机器人要像人一样动，但是你们看了那个波士顿动力最新给那个 Atlas 做的那个，就是那个电动版 Atlas 了吗？就是它是完全反关节，或者说它没有关节限制，它那人想怎么转身怎么转身，那个机器人，对吧？想怎么这个翻怎么翻，那种呢，它可能训练方法就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问题。它有可能可以跑跳纵跃，可以运动自如，但是呢，它未必是像人这么动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使用现在电驱动的这种方式的机器人，就没法一跳3尺高它因为它这个电机没有这么高的瞬时发生的这种功率这个还是可能要去修改它的这个发力的这个原理，才有可能让它一跳3尺高。我现在都是把跑步时间提前了，跑完5公里回来，洗澡完毕，舒舒服服躺沙发上听老范直播，好吧，你这个生活很健康吧？最近看到波士顿动力新出机器人了，看着很诡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它那个机器人，因为它就不像人嘛，这个你越是造的像人的东西呢，你如果做的像它那种动作，就会有恐怖谷效应。对吧？因为他做的，你就说这个东西跟那个跟鬼似的，对吧？或者说像那个以前我们说这个人这个被魔鬼附身了，他就长成那样，对吧？这个倒着走什么这样的，对吧？它实际上就是要让你有这种恐怖的感觉，它那个就已经给我们带来恐怖感觉了。好继续说，吉悦员工买小米车被裁这个事儿。
说上班时间给竞争对手捧场啊，李想、何小鹏、李斌、魏建军都应该被开除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个里头啊，在中国呢，一向是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吧？这个大人物们去捧了场呢，我们叫不计个人荣辱也好，或者说深入敌营，或者说这个给雷军这个上个眼药，或者这各种方法都可以解释得通。但是对下呢，我们一般是没有这种容忍力的啊。然后另外呢，这个里边的理想跟这个，他其实去的不是理想吧，去的应该是李斌吧，啊，这个理想也去了，理想、李斌都去了。李斌跟何小鹏本身就是雷军投的案子，雷军是他们天使投资人，啊，这个啊李斌、理想对这个，然后魏建军呢，跟这个雷军反正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有一些业务往来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其实很多这种事情就是你说清楚了啊，你就去这事儿没问题。像我们以前，猎豹原来出过这种事情啊，就是有员工跑去这个谁呢？跑去这个罗永浩的锤子手机发布会，然后在现场看得痛哭流涕啊。然后回来以后跟所有猎豹的员工讲说，锤子手机实在是太牛了，我太感动了。然后告诉所有猎豹员工说，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个回放。然后还买了好几个回来送人，这种事儿都发生过。但是猎豹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开了一个大会，对吧？说请你上这儿来好好讲一讲，你为什么觉得它感人啊？你到底哪些点打动你了？然后呢，你把这个手机拿出来，我们来好好拆一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吧？他把这个事情我们做完了以后，啊，这个而且大家要知道，锤子手机发布会不光是有员工去了，而且去了以后马上转成罗永浩的铁粉，对吧？还干什么？雷军看了多少遍，傅盛看了多少遍，傅盛带着我们所有人看，然后雷军跟他下边投资的每一个这个大厂的这个 CEO 一起看，对吧？就是我们要把这事儿搞明白，然后怎么能够模仿这个事儿嘛。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一个叫心胸和眼界的事情啊，你容不了这事儿，那是心胸不够啊，没什么别的啊。再往后，老范啊，别用虚拟背景了啊！这个喧宾夺主了，太乱了，而且还是动态的乱，这个频繁的这个抢夺注意力啊。那个呢，是我用叫做 Dreamina 啊，DREAMINA 简映.com 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这个网上去看看。我是用那个做的生成啊，测试了一下，就是你给他一张图片啊，Midjourney 画的图片了以后啊，它可以给你生成3秒钟的这个视频出来啊，我去试了试，试完了以后呢，我说咱就用一次呗。实际上我大部分的这个背景图是不做这个动的啊，这个我以后说什么时候这个背景图会动起来呢？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它可以更好的控制的时候会让它动啊，就是现在没法更好的控制的时候，它就不会动啊。这个只是做了一次测试。再往后啊，这个老范这期某些观点不能认同，啊，这个是确认一下啊，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涉事双方，并且没有在大陆工作生活过，在工作时间为竞争对手在自己的私号宣传，当然绝对不允许，即便没有契约，也是约定俗成，很多公司不严格执行上班时间上私网，不代表这种行为是对的。啊，何况为竞争对手宣传，至于私人时间为竞业对手宣传，作为自媒体运营，肯定也是有严重的职业道德缺陷的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件事儿呢，第一件事儿它肯定是不违法啊，这个事儿不违法。然后第二个呢，最好是提前约定。如果你提前没有约定呢，出了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跟他再去沟通。然后补这个约定，而不能说这个事情我们就潜规则了啊，这个我们就约定俗成了，这个事儿我是不认可的。啊，像我们以前做类似这种事情，啊，都是会进行提前约定的。啊，如果提前没约好，然后对方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你也得约定，否则的话叫不教而诛，对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然后另外呢，这些公司他招聘的人，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小米粉丝，他才招回来的。不是小米粉丝，人家还不要啊！你招回来完了以后说，哎，你必须要改变信仰，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吧？这个里头呢，它有灰色的地方，但是我依然不认为这件事情涉及到职业道德，对吧？你就这么想，这个人，这个比如说吧，任正非啊，他做华为手机，但是他们全家都用苹果，啊，那这个事儿怎么样？而且任正非出来讲话的时候还在讲，说苹果挺好的呀，苹果有什么不好，对吧？他是在上班时间利用任正非的身份出来讲的呀。对吧？这个大家要想清楚，没有人会去说任正非你这个人怎么道德败坏，没有人想这话吧？哎，你现在到下边的员工了啊，这事儿不行，所以呢，这也有一点点双标，哈哈。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怎么说呢？还是要看你心胸是不是够开阔。如果你说，哎，我就不行了，我本来就卖的不好，你还敢去说别人，我心里就更不爽了，我一定要弄死你，这个也就没法整了啊。好啊，再往后，我看看这边有没有。这么巧啊，也是刚跑完步啊，这个挺好的啊。这个晚上好，其实和 iRobot 里面差不多的效果啊。iRobot，呃，这个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一段啊？电机可以有，现在是电池的问题，比如自组 FPA 用的电池，同样是锂离子，但是标压会更高，材料单位时间也可以释放更大的电流啊，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东西，但问题是密度不够，牺牲了容量，好吧？就是人这种东西，其实还真的是能效比很高的啊。电池容量可以用电容充电来解决啊，跳跃之前做蓄力，你是可以加一大电容，但是你就想这么大电容，然后你要挂一多大的电机在上头？而且所有这些东西，啊，你比如电机，你能够承受这么大的力量，然后你可以这个跳起来，这个你这个电机有多大有多重，对吧？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更容易的方式可能还是做一个这种液压或者气压的东西，让它跳起来。雷总现在都给其他车企做推销了，对啊，他也在讲啊，说那个咱们一块儿来聊一次，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呃，说着急用车就买其他国产品牌，又秀了一波儿啊，这秀的是什么呢？是华为干了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谁在小米锁单了，对吧？你就毁约，毁约不是亏5000块钱吗？我给你补。啊，现在不管是华为、蔚来什么都在干这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呢，真的叫妥妥的叫不正当竞争，对吧？人家已经在别的地儿锁单了，你说你这个锁单的钱我替你赔，这个你说他道德吗？这个我觉得也不太道德，对吧？我估计雷总说的这句话就是在嘲讽这件事情，就是别人在洗小米的单子，因为小米现在好像是已经锁单破10万了，啊，锁单破十万就是他今年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是很吓人的啊！当年很多老板买了一堆锤子 T1当年会奖品，我们是买了 T1回来全拆了，然后所有的人去学习研究啊，然后批判啊，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静态这种背景还是不错的，对。动态呢，就是它还是非常的不协调啊，等它什么时候协调了以后，可以让它动起来。你比如说，在这个面包后头有一个热气蒸腾一下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嗯。想起那个笑话，我认为华为最好，但我全家用的都是苹果。主持人慌忙说：“请您快坐到主席台来。”是这样的，这个也就只有他能说这话。说到老罗啊，想起朱孝穆，实在不行明白朱孝穆一直跟着老罗啊，这个不了解这个人。之前 DIY 电磁炮的时候，每一个加速节点都是有电容做加速啊，电机的问题功率是一个，另一个是充电效率不足。这个所以很多你可以做电磁弹射嘛，啊，不能瞬间爆发式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腿上或者什么上，你做一个电磁的关节可以让它跳一把，这个事儿还是 OK 的啊。再往后啊，这个是
AI 时代的恐惧端到端啊，这是 Tiny Fu 到北京来，我们俩聊了一期。这一期呢，因为其实聊得很长，那条视频有1个小时03分钟啊，不对，那条视频40多分钟啊，就是给他那条就是如何用 AI 做视频做 YouTuber 那条有1个小时03分钟，我们俩一般是碰到一起会一人聊一条，然后呢，让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些节目放在自己的频道上去。这个但是呢，要注意啊，就是这种呢，有的时候是来的时候我们会现想一个话题去聊，所以呢，不一定那么合拍，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这个沟通上会稍微的呛一点儿，啊，还有人去说，哎，你们怎么互相打断别人的话呢？对，我们不是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啊，我们是两个逗哏，所以就经常会打断别人的话，啊，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情况了。啊，然后有些人呢认同我的观点，有些人认同他的观点，这个没关系，所以这就是要讨论嘛。啊，还有人说，哎，你们怎么最后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呢？对吧？这个为什么要有统一的结论呢？对吧？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嘛，大家就是各持己见，然后呢，经过讨论和碰撞以后，让各自的观点有一定的发展，这不是挺好吗？对吧？然后呢，有人也说了啊，这条视频还特别多评论，然后呢，我挑其中一条吧。说我和老范的观点相似，可能谭尼富作为一个社会精英，啊，我眼里的社会精英不在于有多少资产之类的，更加着眼于社会进步，而不是牺牲的少数。但我作为普通人，更在意那些因为脱离时代而被抛弃的群体。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了太多的为了大我牺牲小我的观念，但小我再小，对于比如家庭这样的一个基础单位来说也是重要的。虽然很讨厌，但是那句梗在这方面永远是精准的。一个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眼前就是一座山。然而说句实话，在时代变迁来临的时候，个人怎么看都是没有用的，只有努力的去适应而已啊。这个话，也算是一种观点吧。就是我们反正每一个人在这个讨论里头呢，都有各自的一些拥护者，然后大家相互的去喷来喷去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以后可能会更多的找不同的主播来一起来聊天来喷啊，这个事儿也是挺好玩的。再往后啊，格力的全员销售制度，啊，这个呢，董阿姨这些年给人的感觉就是整天瞎折腾，格力手机、银龙、新能源、孟羽童事件，最后都是搞得一地鸡毛啊。这个，但是你要这么想啊，董大姐这个事情呢，她在所有的企业家里其实已经算厚道了。对吧？你就想他这个真的是给员工盖了房，虽然这个房未必每个人都能分到吧。然后呢，也在想着员工你们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收入或者什么，对吧？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呢，这个咱们就讲一点，你去买了格力的股票，它到年底真的给你分红，对吧？格力股票大概在全国所有的公司里头分红能够排前10，所以这就算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卖空调，然后呢，遇到很多新的比如说网红经济啊，什么电商啊，遇到很多新的问题，那你作为一个这传统的企业家来说，他也要想办法去适应，对吧？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嘛。至于说最后都是一地鸡毛呢，有些可能是他确实作为一个这种一言堂的传统企业家，对吧？他就是格力最上边的这个太阳，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他最后可能证明的不是他笨，而是呢，这一套僵化的体制只有一个不受制约的顶头老大的时候，任何人坐到他那个位置上都不可能做的比他更好啊，可能是最后是这样。再往后说是这个跟中国3大运营商是一样的，全部员工去营销套餐，那个氛围搞得像这个营销保险一样是很多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确实是这样，甚至我还见过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可能还好一点你到这种2、3线城市，原来最惨的时候，他们不发薪水的你到这个月底该发薪水的时候，给你一大堆这个电话充值卡。说这就是你的薪水了，比如你的薪水应该是5000，对吧？他没准给你6000块钱的电话充值卡，
说你去卖吧，卖出来就是你的薪水，卖不出来你就拿着电话充值卡打电话玩吧。这真的有这么干的。啊，这个有好多那个运营商的那个员工在偏远地区，那个日子都过不下去了。你说那电话充值卡，你没法拿它当饭吃啊，对吧？啊，这个也是没法整的一个事情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苹果全家桶可以一键变华为，配上华为的 logo 保护坨啊，保护壳就更爱国了。哎，这怎么一键变华为？不知道啊。来了来了，第二次赶上直播，哎呀，你说我们应该也有200次直播了，还是300次直播了？你第二次赶上。我上电视了，这条是我留的。这个哪一条啊？这个三大运营商这个是吧？好吧，但是我在处理评论的时候，你们的所有名字都会变成那个什么什么一串乱码，所以我搞不清谁是谁这里头。倾听不同的声音来做思考，要不然就真是信息茧房了。我觉得呢，倾听不同的声音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有制约，对吧？是要有不同的声音可以形成制约。因为倾听这个事儿呢，是他主动的啊，我愿意听我就听，不愿意听我可以不听。而制约这个事儿呢是被动的啊，你如果不听，我就收拾你，啊，我就把你弄下去，或者我就这个给你提更大声的意见啊，它还是要制约，要有规则。这个事儿我也不理解，为啥要统一思想，最后非得一方说服另外一方啊？这个其实没必要的。你跟昨天晚上我们俩人聊的似的，啊，我们也是这个说服不了对方啊。但是其实我们昨天有一个地方做的是不对的，就是我们不应该去纠结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事情的原因底层是什么，那个事情原因底层是什么，而是应该继续向前推进这个话题，对吧？这个才能聊出更好玩的东西来。其实好多东西就是我们底层的原因，我们两个之间差异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可能就是表述的方式和出发的角度不一样。然后在这件事情其实没必要去达成一致的。保护壳这个事儿我还真见过，某知名厂商的保护壳出了一款 Nothing Phone 的这个 iPhone 保护壳，好吧，这个我好像是见过的。早就没有电话充值卡了，有电话充值卡还好，里面就是淘宝变现啊，这个以前是有一段时间是有这个东西的啊，现在不了解了啊。不同视角的对谈确实比较精彩。我理解中的 Tennyfu 的观点是比较宏大叙事，不认同，也是很有意思的角度。是的，老范那期跟 Tennyfu 讨论人工智能端的话题，我觉得狭义上有技术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做一个人类能理解白盒监控模型来监控人工智能模型的输出，类似汽车行业和航空领域里面的功能安全啊，这个事情怎么说呢？现在其实很难，因为啊，训练大模型的这个实在是成本太高，而且训练的过程其实结果是不可知的。现在 OpenAI 之所以这么往前跑，他想最后他成为这个为所有其他大模型去把关的那个人。然后那个叫 Authority 还是叫什么？就那人类公司做 Cloud 的那个公司呢，他说我们做的叫宪法 AI，他们也想干这个事儿，但是这个其实肯定是很难的。你就这么说吧，中国有可能让中国的 AI 到美国去送检吗？不可能的。美国也不可能让他的这个到咱这儿来送检，这个事儿也不现实。啊，所以这件事儿呢，要看后边怎么弄了。我觉得靠机器检测是不太容易的，而且你想还有开源大模型呢。苹果手机是不是没救了？跌成这样，姐夫说，不要接下来落的刀。这个什么意思？姐夫说，这后边这句话没读懂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就是苹果手机在国内有可能会，确实会稍微有一些萎缩啊，这个没有办法。现在运营商这些员工都是自己交电话费了，惨，好吧。
为了让社会更美好，我会投诉每一家拒收现金的商家到工商局。这个何必为难别人呢，对吧？咱们还是稍微的平和一点不好吗？华为手机壳真的好用，大部分人根本分不清，所以有单位不让用苹果，套个华为 logo 的手机壳，跟别人说自己用的华为就行了。真有这么干的吗？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啊。跟 Tiny 老师的讨论那一集，我以为两位老师分配好角色，一个正方，一个反方，是故意呈现不同的角度的。我们一般会分配啊，就是我们会先聊一下说，我们有什么观点，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观点俩人太一致了，我们就不聊了，换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会在三四个观点里头找一个这个双方有分歧的观点，然后呢，去以这个观点进行讨论，大概是这么干的。这个塔主，咱俩要不要来一期？这个咱们回头对一对，看有哪个观点咱俩是这个可以互相吵一吵的，然后咱们来吵一把。那个人类公司安安索柔皮克安瑟柔皮克，好吧，就是这样。我记不住，就是我看着那个词我能念出来啊，或者能念吧，未必能念的对。但是这个你让我不看着那个词，我就想不起来它应该是怎么念了。像我这个跟着你们纠正的学英语，对吧？我现在唯一学会了一个词儿叫 Gemini，呃，没有这么长啊，这个词没有这么长。我看看啊，还有啊，这个昨天晚上的对谈还有一些评论。昨天晚上呢，我们俩实际上是吵了快3个小时。就是我一开始先聊了会儿，他后来要加入，然后我们俩吵了3个小时。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了啊？这个我看今天还有人在 Discord 的群里在推荐这条视频，感谢啊。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叫临时直播，这个呃，后来我儿子今天早上起来给我提意见了，说你这个直播直的太晚了，一直讲到0点，我都睡觉了，然后你还在听你们俩在这吵架，好烦，这个以后直播要稍微短一点这个实在不能那么长了啊，这个有人呢在昨天晚上这条里头也写了一个评论啊，叫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个呢其实是我昨天要讲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观点吧，就是如果我们不保护个人财产，那么就没有任何人会有信心愿意留着钱在口袋里去做长远的规划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了。然后呢，还有一条讲的是两个人吵了半天，区别在于中国买的东西有一大堆假货，欧美没有假货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太听明白。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欧美没有假货，但是欧美的那些货也都是中国生产的。然后中国这些假货呢，可能是欧美那个货同一个工厂、同一个流水线、同一个人做出来的，对吧？但为什么到中国就会变成假货呢？其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向工厂提要求下单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是假货，就要求是你这个商品，成本要更低一些，那么它是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把它做出来的。而这个东西呢，也不能叫假货，它最后差在哪儿呢？差在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么举这个例子比如同样一件商品，到了1年保修期结束的时候，欧美的商品的故障率可能是1%然后中国的商品的故障率呢是2%，但是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是你说，哎，我比它高了1倍但是这个对于绝大部分人，对于100个人的剩下的98个人来说，其实是没有区别的。然后这个商品用到2年的时候，欧美的这个可能同样工厂生产出来这个商品的故障率呢，可能是2%，然后中国生产出来的这个商品呢，就是中国人自己定制的这个商品呢，它的故障率可能会达到5%，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曲线，所以呢，你也不能说它这个东西叫假货，对吧？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质量和这个叫故障率的曲线是这么变化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国人所支付的成本可能只有欧美人的一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今天我看了一个那个什么，还发了一条推特，这是美国的一个众议员举了一袋大概是垫片的一个东西，他说这样一袋东西，对吧？我在中国买1.6块人民币，然后美国军方采购一袋8万美金，然后那你觉得这8万美金的这一袋零部件就比中国的质量就好到哪儿去吗？它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了，这个但是不会好的那么多啊。但是你说这个钱都是被他们揣兜里了吗？也没有，对吧？他们拿这钱干嘛去了呢？这8万美金剩下钱到哪儿花了呢？哎，他们比如说我去制定标准啊，我去做检测，然后呢，我去这个进行标准的讨论，然后做这个品牌的这个或者各种厂家的试生产和试运营啊，拿回来以后的各种测试，他们拿这钱好多干了这些事情，对吧？这个其实挺花钱的。对吧？当然肯定也贪了一些，我不相信那8万美金都是这么干的，肯定也贪了。啊，这个其实就是，国货跟这个欧美货之间的差异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是心理问题啊，这个其实我前面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买了一个德国货，啊，可能也是德国品牌，中国生产，对吧？你买回去以后它坏了，你会想什么呢？说，哎呀，德国货，哎，让我赶上了，对吧？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只是一个小故障，啊，然后你要是中国货，你坏了呢，你就会觉得，哎，你看不愧是国货啊，这真的是坏了，就是不行。所以他有的时候心理问题也在里头会起一定的作用吧。啊，再读一条啊，这个是雷军拒绝送车给周鸿祎。这个有人讲了，说周鸿祎是全网唯一一个没有驾照的车评人。这个您好像还真的是发现了真相啊，想去做车评人，他就真的没驾照。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周鸿祎正在按照我说的方向在走。现在周鸿祎每天在那录视频，说：“哎，我今天评测了这个车，明天评测了那个车，然后请你们给我讲一讲这个车是怎么回事，那个车是怎么回事，对吧？”他也去做了这个仰望 U8，也去做了各种的新车旧车，反正都去做了做，对吧？他就在往这个方向前进了。啊，这个再往后啊，这个雷军拒绝送车给周鸿祎。周鸿祎在互联网真有流量吗？用360到底是哪些人啊？确实不知道啊。这个呢，首先你要想清楚，这个用360的人跟关注周鸿祎的人是两拨人。这个用360的人有好几亿人啊，在中国几亿人都在用他的产品，这个是真的。然后呢，这个关注他直播的是另外一拨人。你要想他的这个粉丝，要么是抖音的，抖音跟周鸿祎一点关系没有啊，要么是这个头条号的啊，不是头条号，叫他有头条号叫视频号的，那是马化腾下边的人。那你说马化腾下边的人去给周鸿祎整的粉丝，怎么会是这个360的用户呢？可能是啊，也有可能不是啊，对吧？其实我觉得周鸿祎的更多的用户可能是老互联网人可能会看一眼的，对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啊，这是英雄迟暮，我们来看一看他在最后的一些演出，对吧？大家很多人你说含泪观看不至于，但是呢也会唏嘘不已了。所以千万不要想着说谁还在用360啊，谁用360我也不会笑话他，虽然我从来不用，是吧？这个谁看周鸿祎我也不会笑话他，虽然我还是看的啊，谁不看周鸿祎我也不会笑话他，反正大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觉得开心就好了，你也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去影响别人，对吧？这个是我对各种网红事件呀，啊，对各种品牌、各种这个事情的一个保持的一个态度吧。好啊，我们再看看。Vision Pro 迅速陨落，手机还掉，Apple 咋办呢？Vision Pro 现在我估计进中国可能还能卖一批吧，这个要看。昨天直播听了一半突然想起来老范说做软件和制造业的工科思维不同。其实老范是这样，从工业制造上来说，容错性并不完全不可接受，尤其是工程安全本身就是涉及一定的薄弱环节。最典型的是大家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泄压阀和保险丝啊，这个其实你没理解我们讲的那个是什么啊？这个你所谓的泄压阀和保险丝呢，就是你还是知道它有可能出错，你只是给它
像我们写软件是这样，就是我们管它叫 try，就是有一个语句叫 try，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知道这块有可能是错的，所以我会让它做这个写在这个语句里面，然后呢，它会把这个错误信息包装进去，然后我可以用就等于程序员可以自己去手动处理这个错误这个叫 CFR 和保险丝。但是程序员真正的这个什么呢？这种就是试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先试一把再说，崩了就崩了，又能咋着，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说我先给它一个安全环境苹果在国内销售下挫的最大原因，我觉得是机关的内部供销商把它都下架了购买力最强的群体没得买也不准用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这个很多机关是不准用苹果的，这个而且现在呢，唯一有钱的可能也就是这帮机关了其他人就没钱了这个对于苹果来说伤害是很大的。看过《富盛故事》这本书吗？没看过。这里边讲了很多他跟周鸿祎的故事这个不需要看那个书，这个我在那儿上了这么多年班早听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怎么看姐夫最近说特斯拉跟苹果的股票价格仍然没到底这个我还没看那期，回头我去看一看吧。因为特斯拉在公布了吓人一跳的财报之后，把股票涨了10%，对吧？这个也是很操蛋的一个事情。因为特斯拉，我告诉你，这个对于纳斯达克来说，最好的刺激方式就是裁员你只要一裁员，股票就涨，对吧？而且特斯拉这一次不但是裁员，特斯拉这次在国内干了一个特别天怒人怨的事情，他把今年招聘的所有应届毕业生直接毁约，对吧？你上特斯拉来了，然后拿到特斯拉的 offer，你可能就不再考研，不再考公，甚至你没准都考上研、考上公了，说我为了去特斯拉我就不去了，然后其他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放弃了，然后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说我通通都毁约了，对吧？现在这个事儿在全社会在骂，说你这个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给应届毕业生毁约，而且一个都没剩，全毁，对吧？你没有这么干事儿的，你做的其他东西我们可以理解你，对吧？你玩不好，你去这个裁个员你去涨个价、降个价呀，或者是这个事儿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毁孩子，对吧？在中国毁孩子这件事儿是十恶不赦的，绝不会有任何人原谅他，对吧？给应届毕业生毁约，这个事儿是会臭街的听完对 AI 恐惧那集，以后最可能发生的灾难会不会是 AI 把人类互联网给炸了？所有数字资源全部消失，为了应对这种风险，感觉应该把个人资产的20%换成实体黄金藏家里。呃，就是 AI 到底会怎么收拾我们这件事儿，还真不好说。我们觉得更大的概率就是他一不小心又弄错了个什么，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先不用太去，用哪种方式去规避这个事儿。你真的把这个20%的资产换成黄金放家里了，然后你的自动驾驶开着你的车直接冲下沟了，对于你这样20%的黄金有什么帮助没？没有帮助的。美军采购是$9万少了1万是9万吧？我刚才难道说的是8万吗？好吧。有恒产者有恒心，私有化的本质是否定最底层的哲学指导指引为加上大多数民众傻傻的把自己压迫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也反映了广大底层无产者的心声。这个我觉得不要想这是底层的事儿一定是上层的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你上层的各种的不作为，各种的逃避责任，然后才导致底层这么卷。讲一个这个什么吧，今天这个也是出了一个事情，什么呢？这个有一个小孩儿有这个坐火车，他买了个下铺，然后呢，在这个下铺这个上面拉了一个帘子。大家知道坐火车卧铺这个下铺呢，经常会有人在上面坐然后他坐在那儿你就没法睡觉。然后这个人就拉了个帘子，就不希望别人坐呗。
然后呢，住在上铺还是中铺的一个老人下来以后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么自私自利呢？对吧？就拍了视频去骂这个人啊，说你这个不对。然后这件事儿呢，怎么说呢？你说到底谁不对，对吧？是这个老人为老不尊呢，想占人便宜，对吧？大家知道下铺是要比中铺上铺贵的啊，还是说这个下边这年轻人太自私自利呢？对吧？人家稍微坐一下都不行，因为你要知道这种火车有时候是一白天一晚上，或者几个白天一个晚上，你大白天上铺的人、中铺的人都坐在你床上，你想睡也睡不了，然后等你想睡的时候还觉得脏，对吧？这个事儿也挺膈应人的。对吧？那怎么办呢？你还花的钱还比别人多，你还是多花了10块钱、20块钱买了一张票。像我以前坐火车，当然这种也一天一夜的这种车，就是需要白天在里头坐的这种车，我一般是不买的。这么长距离我一般就飞了，就是我原来买的都是这种一宿的，比如说我坐一宿火车就可以到下一个城市，可以干活的这种，我是会去坐的。那我一般是干嘛？我一般买上铺，啊，爬上去以后我就不跟任何人打交道了，这是我的处理方式。但你比如说刚才这个事儿，到底谁错了呢？我感觉唯一错的人呢，就是铁道部12306他错了，因为最后也问12306说你怎么看这事儿啊？12306说的是，我觉得啊，这个我们没有规定他不允许拉帘儿啊，抹了个稀泥过去了。他应该讲的是什么？应该讲的是说，啊，这个你坐下铺的人，这个铺就是你买的，我把钱收了，东西你也拿走了，这就是你的，你有权利自己去处置。这第一个要把这个立场站对，因为钱是他收的嘛，你不去保护这个付了钱的利益，这个事儿就不对，对吧？他自己等于一开始先把自己立场丢了，说我们没有规定他不可以，然后呢就完了，抹了个稀泥。然后第二件事儿应该讲什么？第二件应该讲说，但是上铺的人下来呢，啊，也应该为人家提供一定的这个方便。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情况下，但是呢，这是你自愿的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票卖给你了。然后第三个呢，应该告诉他上铺的人说，哎，下边人既然给了你这样的方便，你应该啊也要适可而止，对吧？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解决方法，而不他就不说我就这个抹稀泥，我什么都不说啊，谁都不得罪，那最后呢，只能变成那种叫互害社会，是吧？既然叫互害社会呢，就是每一个人上来都认为其他人是坏人啊，这个就是黑暗森林法则，谁敢露头先一枪打过去，对吧？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啊，这个就是底层的，我们不要去说，哎，底层的人你怎么愚昧，底层的人你怎么这个就是想卷啊，没有这个，都是上层的问题。容错性在工程是要避免的啊，还是得看容错边界，否则一堆小问题堆起来就是一个大问题。海恩法则还是有效的。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就是程序员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他的错误的成本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程序员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是有生产环境，就是我们一般写程序的时候叫生产环境、测试环境和这个开发环境，这3个环境是分开的。那么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开发环境里，我们就可以随便搞啊，也不怕出事儿。然后呢，在这个测试环境里头，我们会去设计各种测试用例，然后把它的各种极限都达到。然后在生产环境里头呢，你像 Twitter 对吧，崩了几个小时又怎么样了？天也没塌下来，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敢于去面对更多的错误，其实讲的是这个。范老师，关于军队他们的开销真的不能太实在。以前我在夏威夷上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些住在珍珠港的人，他们的军事调遣的时候，都是老板买单，连家里的狗的狗窝都是单位买单。价目表上一个狗窝4600美金，同城沃尔玛卖30美金啊，好吧。那你说他这个多出来这个4570美金去哪儿了呢？对吧？这个我相信还是会有人拿回扣的，但是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咱们就不能瞎猜了。这个，但是4600美金一个狗窝真的是很开心啊，这个。这个摸鱼打卡，点赞了没？啊，一定要点赞哦。
老范肯定说不知道啊，不做任何投资建议啊，这个是投资建议咱肯定是不能做的啊。当年去 PC 上的360，费了这个老劲了啊，没有正义感啊，这个我觉得不要太用道德去要求他们吧。说到苹果5月7号又要公布新款 iPad 系列，这个根据爆出来的消息来说，就是换 OLED 以及各种刀法。这个反正 iPad 我觉得真的是没什么用，我也不叫没用，也用，我 iPad 使用率是很高的啊，但我的 iPad 基本上就是看电视剧，刷抖音，其他也没什么用。你说我真的为它买一个 M2 芯片、M3 芯片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它买 M2 芯片、M3 芯片。OLED 屏幕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的，因为你毕竟是拿它看看视频嘛。所以我现在在想是不是就是再去换 Pad 的时候，我就去换一个那个什么去，我去换一个小米的那个，12.3还是13的那个，对吧？还便宜3000多块钱。这个为什么要再去换 iPad 呢？真没必要。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因为 Infuse 这个软件去换 iPad 呀，这安卓上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像 Infuse 这样的软件。我真的觉得手里的苹果产品够用3年了，不打算一年一更新。我这个肯定不会一年一更新的。我们家的苹果产品，电脑大概能用到10年以上。我儿子现在用的是我可能10年前买的 MacBook Pro，然后我太太用的是我大概4、5年前买的 MacBook Pro，然后我自己用的是去年的，对吧？这个，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写程序和这个什么大型编译啊，什么这样的这种需求嘛，所以就足够使。然后 iPad 我现在 iPad 1还在我妈在用着，然后呢，我自己的 iPad 应该是使了快10年了。iPhone 的话，基本上是3年左右一换吧。软件里面的问题是，经济排除错误，精力排除错误，其实就是做软件维护啊，一旦没有这些程序员，软件的生命力会迅速衰落，好吧？这个软件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认清一点，就是你做程序员的时候，你认明白了一点，它是不可能没有错误，它一定有错误，因为它量太大了，它的体量实在是太大，所以错误是必然存在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也会做测试，就是当你上生产环境的时候也会做测试，但是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呢，错了也就错了。我就是干这行的啊，海因里希，法则的本意就是承认事故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一些防护措施，抽掉人机料法环节的失误环节啊，就能一定程度的避免严重事故，但并非杜绝。对，杜绝这个事儿是不可能的。这个我大舅子的同学是航天人，据那位同学所说，去年开始 iPhone 就已经连停车场都不给进了啊？好吧，显然要退出中国了。毁约毕业生就说明马斯克准备彻底说再见。这个我觉得他还不会啊，中国一年还是能够卖掉他可能20、30万辆特斯拉还是能有的啊。特斯拉发财报后涨，主要是因为马斯克又画廉价型号加速上市计划的饼了。但是他再加速上市也到明年2025年才上市了而且我觉得以马斯克的调性，他说2025年上市，他不跳票吗？这个不好说的啊。自动驾驶的百度无人车无人网约车萝卜出行车现在投入使用了，体验一下，感觉还有很大的改进。别人把他撞了，他开着就跑了啊？这个好吧，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以前买中上铺的时候，都坐在窗户边上，还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想，你中铺上铺是2个人，窗户边上那个座椅只有一个，所以他不可能让大家都坐上去。就是它本身设计就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铁路局的问题。现在卧铺，呃，还是6张床2个凳子，对6张床2个凳子，不肯优化一下布局，把矛盾转嫁给民众。其实我觉得啊，哪个布局你哪怕不优化，但是你还是要把责任说清楚。下铺的人你买了票，你就拥有这张铺的使用权，对吧？他不愿意跟人确权这个事情，然后在这抹稀泥，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跟美团那事儿没啥区别。美团，哎，应该提供窗边儿的这个，其实我倒不是觉得提供窗边儿小桌椅，呃，我前一段时间坐过那种卧铺啊，就是也是卧铺火车，它是那种动车卧铺，它呢是上下2层，然后呢，它这个卧铺是竖着的，就是咱们原来那个卧铺是横在车厢，比如车厢是这样的，然后那个卧铺是这么横着的嘛，然后呢，那种卧铺是竖着的。啊，这么上下的，那个其实坐着挺舒服的，但是那种车好像后来开的就比较少，他们反正还是看怎么能够拉更多的人吧。特斯拉 FSD 12版本视频基本接近无人驾驶了，现在马斯克现在画的饼是无人驾驶机器人，更像是一家 AI 公司啊，这个但是 AI 公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一家 AI 公司挣钱，啊，这个其实是很麻烦的。怎么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援乌法案，同时还连带着制裁 TikTok？这个现在还要看，因为呢，到参议院虽然这个法案通过了，然后呢，拜登也说今儿晚上就签啊，或者可能今天啊，应该是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拜登已经把字儿签上了啊。这个事情呢，第一个就是他这个钱其实，是个贷款啊，这个钱是要还的，$690亿还是多少亿美金，还是$900亿吧，$900亿好像这个钱是要还的。啊，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钱呢，拜登到年底有可能免一半儿，然后呢，到明年有可能全免，对吧？这个事儿就是拜登是有这个权利的，那个就要再看了，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钱是不能出美国的，就不会说把钱直接给到泽连斯基或者给到这个以色列啊，还有一部分给台湾的，应该不会给出去。然后呢，应该是在美国买武器，然后拿武器回去，对吧？就像那边$9万一包的这个垫片对吧？你就买点这个东西也挺好啊。所以这是援助的事情。至于 TikTok 的事儿呢，呃，众议院肯定是打包送上去了，参议院呢，包括或者说拜登吧，他在讲这个法案的时候就没有提到 TikTok 这个词，所以它里头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不太确定，应该是在里面。他签了字以后呢，那就再等1年再说呗，就是等后边一个可能川大爷上来以后，再看这事儿到底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呗，对吧？也就如此了。然后后边就是 TikTok 再接着告，接着这个请名人。前两天我看他请的哈里森福特在讲这个，啊，美国封堵 TikTok 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情，对吧？然后这些就是反而请了各种名人，还请了这个泰勒·斯威夫特跑去那个 TikTok 上去发专辑，对吧？这事儿他都干了，对吧？那就干呗，反正就是抗争到底。读书的时候坐火车啊，从来不买下铺，一开始嫌贵，后来嫌别人蹭座，权力的边界感从来都很弱，也没有一种公正的权力保障仲裁，是这样的。这个中国好多事儿它就这样，他把矛盾激化在底层，因为上边人他不负责任嘛，他不一定是贪污回扣，主要是报税。反正美国的这个就很奇怪了，跟咱们国家一样，这点儿真的是中美国际接轨的。是哪个？就是说这个$4600的狗窝嘛。又开始1小时了，还是听录播吧啊，1个多小时了啊，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已经把网上的都读完了啊，这个就看大家这个什么，呃，老范现在被点赞 PUA 了，对啊，你们不点赞我就觉得好亏啊，对，不要用道德要求他们，他们没道德。我觉得这样，就是你从政府或者这管理机构来说，你还是要有一定标准的。我的安卓平板到手以后就后悔了，一大号手机，所以所有应用等比例放大，没有任何系统适配，打算再忍几天换 Air 6了。是这样的，就是安卓的平板应用的适配都做的特别烂。
为什么呢？因为安卓的平板的这个就是各家的尺寸啊、屏幕的比例都不一样，所以你给它做适配，你做不过来。就是苹果为什么大家都去做适配呢？因为它就这几个型号，就是 iPhone 啊，然后呢 iPad，就它的型号是固定的，所以你是做得过来的。要不要换了 C 口？我也要不是换了 C 口，我也不会更新到15。我也是换了 C 口更新到15的。看了会儿京 B 站 UP 主426最近在油管做日本旅游直播，我问了下他的日本电动车普及度如何，他说在日本10年至少能在街上看到新能源车。我觉得很惊讶，为何日本新能源车普及度不高？明明日本应该也算是最早的做新能源车的国家了啊，这个你可以去看我前面的视频啊，这个我讲过。这个来晚了先点赞，哎，这是好人。这个2层的，可能相当于软卧啊，不是软卧是专门有包厢的叫软卧，我做过软卧。我记得以前软卧买软卧票还要开介绍信，当时我们都是找处级以上干部给我们开介绍信才能买的东西，现在不知道了，因为我好久不做那东西了。事实上事故不能杜绝，只能尽量避免。在软件工程，如果都是堆代码，很容易产生技术债，到后面无法维护和更新，就只能进行重构。现在软件架构上是可以支持小规模重构的。现在的概念是出错不怕，如何快速解决这个错误，并且避免下面版本这个错误再次出现啊？这个我觉得呢，这都是理论上的东西，在国内至少大家不是按这来的。而且我觉得呢，你照这个方式来，其实反而会束缚软件的发展。你比如说像欧洲、像日本，他们就基本上按这个方式来，所以他们软件就发展不到互联网时代。然后互联网时代就还是要把所有这些条条框框都打破，上错了就错了，怕什么？大不了就宕机呗。想配个本地跑的模型的机器，这个最低配置没有最低配置啊，看你要跑多大的模型了。这个千万不要问我说这个模型用什么配置能跑，那个模型用什么配置能跑啊？因为有人在我评论里问说，哎，通义千问到底要什么样的配置机器才能跑啊？这个话呢说的就不对，因为通义千问本身它的是可以在它有1点几 B 吧，好像最小的是0点几 B、0.5 B，然后是1点几 B、4 B、7 B、32有14 B，然后32 B、72 B，就是72 B 就是720亿参数了。然后呢72 B 呢是现在我用过的最好用的啊72 B 的大概要128G 内存，然后如果你是 PC 的话，必须要有这个很好的显卡，最好可能是2块显卡啊4090啊，如果是 Mac 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买个 M3 Max，然后呢整个128G 内存，它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划算啊。在本地跑，像我现在这个机器，就是我是 M2 Max 啊，这个然后是32G 内存的这个苹果，其实是可以用的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72 B 跑不起来，我可以跑32 B，可以跑34 B，72 B 我现在都是到云端去跑，啊，这个比如说 Together 啊，跑到那儿去跑去。所以我认为工科思维都是一样的，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问题，最合理的解决方案都是通过，泄压、保险丝这种其实小损失事故的方式，尽量避免不可接受的大事故。软件真不一样，就是你说的软件呢是这个前面的工程软件，我讲的软件是后边互联网软件，它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就是软件工程师之间也互相鄙视了。对，看对岸的时评说，美军军费操作一般是坦克的费用不批，就把导弹的账做大，辗转腾挪，最后用来买坦克。这个我觉得这就是故事了。你都辗转腾挪了，已经违规了，那干嘛不揣自己兜里？因为人家油价不高啊，这是什么东西？开介绍信买卧铺，暴露了年龄了，是哎，这个咋办呢？对吧？
自动驾驶主要是责任划分问题，技术反而不是关键点，但技术肯定也还是要不断上升嘛。我还是想知道李李敏轩是谁啊？不过这个直播间的目标对象估计知道人不多，我也不知道这是谁啊，搞不清是谁。卧铺的确是2层，而且正常情况下比较好买，因为和高铁差不多价格。软卧啊，反正我是好久没做过这东西了啊。前几天看马斯克分享说特斯拉的维护成本最低，我现在开的是维护成本虚高的油车，平时其实就是接送孩子、超市买菜，有必要换个特斯拉吗？特斯拉是这样，就是它的维护成本低在哪儿呢？它比如说不需要换机油，不需要换机滤，因为它没有这东西，对吧？咱们汽油车可能过个5000公里、1万公里，你需要去换这个东西，特斯拉这些东西都没有。然后呢，但是它的有一个东西很贵，就是它的碰撞维修的成本是很贵的。比如说你稍微刮刮蹭蹭啊，或者出点这样的问题，它的保险也很贵。就是你比如我啥事儿都不出，就是它每年的保险费都比汽车贵，对吧？都比汽油车贵很多。然后呢，它的电池呢，如果衰减了以后，那个成本也是很高的。还有呢，就是二手车的保值，我不知道怎么样啊。反正电动车在国内吧，二手车的保值是差点，特斯拉可能还算好的。所以我觉得能用汽油车就千万没必要换这东西。三哥软件公司玩测试驱动开发非常变态，国内移动互联网发展速度降下来之后，应该也有大量厂商会玩这类反人类的东西。其实测试驱动开发这个有啊，这个叫 TDD，原来我也做过，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它适合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这些东西。而且在 TDD 这个东西啊，它对于大量的移动互联网来说就是扯淡。为什么呢？就是移动互联网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的功能对不对，测试驱动开发其实测试的都是功能。比如说我这儿做了一个按钮，点下去以后应该干一个什么事儿，对吧？你点完了以后确定这事儿做没做，这叫测试驱动开发。而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最后干的大量的错误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流量上升，你达不到这个并发量了。它实际上是像我们以前做测试的时候是叫功能测试、性能测试或者叫效能测试。测试驱动开发做不了效能测试了，对，所以这个就是纯扯淡。这不是的，当了损失很大的，这个像做的很差的 B 站，停机原则是97线1年内只能3%的时间不能提供服务，否则损失很大。互联网像字节也有这样的标准，你标准可以定了，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它还是去平衡出来的。你比如说97，你是让这样的一个硬件配置来做的，然后呢，你这个而且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这个叫什么呢？这是有天灾人祸。你就像韩国那个直接把电信大楼烧了，对吧？湖南长沙好像也烧过这个电信大楼，那烧完了以后，我这个周围它就是不能服务，怎么办呢？对吧？这个所以不要认为说我定了标准，它就一定要执行啊。不是公费自己玩本地模型，买苹果大内存机可太不划算了。还是那句话，苹果内存是金子做的，但是你想，苹果这东西你还能背着走。你要真的买了这个带4090的台式机，你咋弄啊？你走不了啊，对吧？你像我现在 MacBook Pro，然后这个M2 Max 32G 的，我走到哪儿我可以背到哪儿，我可以到现场给人玩去，对吧？你弄了一个，你比如真的有2块4090的那种机器，你完全拿它没法儿用。而且2块4090，其实我觉得你1块4090也得上万了吧，然后2块40902万，对吧？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配置加起来也得可能2万多奔3万去了。你还有那么多内存，还有那个 SSD，你像我这个机器也就是2万多嘛，就是M2 Max 加上32G，你要是加到64G 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便宜，也就是再贵一些，应该也就是2万多，还是能打得下来的。这个99线来自于硅谷啊，是他们
但是你要知道，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之后，把大量保持这种标准的人全裁了，这个我有一位观众也是，就是当时被裁出来的他也是做一些类似这样保障的事情，就直接被裁掉了。电影《天下无贼》的卧铺国内没有吗？只是电影道具。哎，那个电影我还没看过这个露馅儿了。我特斯拉开3年了，刹车片都没换过。特斯拉反正怎么说呢，这个它反正确实需要换的少。就是以前我去问过特斯拉店里的人，我说你们怎么养护啊？说换洗玻璃水和雨刷，其他的就不用动了，只要不撞电车确实省钱。但是电车的保险贵啊。我个人行业早期搞的是什么叫简历驱动开发呢？这个不太懂。BDD 是什么呀？这个 B 是 business 吗？岂不是更扯淡了？这个没看懂是什么啊？你可以告诉我一下，让我再喝口水。如果没什么人的话，我们今天也准备结束了1个半小时了。4090不是一块就是2万吗？我真不知道这个因为我没关心过这事儿，我从来也没惦记给自己买4090。这个烧大楼那个是可以做异地灾备份的，阿里出过几次事儿，后面还是做起来了。之前有听聊过是阿里是出过，但是阿里我记得去年双11完了以后是崩过一次嘛，这个还崩了挺长时间的。用户是无感的，那次用户可是有感的，就是双11完了以后，还专门录了一条节目说阿里崩了。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像这个名字头一次看见。叫 Michael Hilliard 是这么念吗？Model Y 第3年的保险费要多少钱反正这个电动车的保险都贵。4090还能买到吗？不知道我没关心过这个事情。看车评主播说开过电动车几乎都回不去了，这个我不太确定Behavior 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快给我翻译一下。这个这个词是行为举止，行为举止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这件事儿的，因为我以前没经历过，像 TDD 我还真做过。主播你好，你懂不懂直流变频无刷电风扇？我想买一个，这不懂这真不知道，没玩过。这个反正我们家电风扇全是小米的。电车的平顺和极速响应，油车确实比不了这个我没有长期开过电车，所以没法跟大家去评论这件事儿。之前其实阿里云应该不是烧，反正去年双11完了以后崩了一次其实这个也是软件故障，而且还崩的时间还挺长，习惯。行为驱动开发没玩过这个真没玩过。我开过特斯拉，操控感真的好到爆。我估计小米苏7应该操纵感也好到爆但是小米苏7真的是坐进去很费劲，它这个车特别矮，这个我是受不了。淘宝特斯拉 T4显卡才5000块一块，75瓦功率，没必要一定买4090。这个没用过没用过。太炸裂，啥技术都防不住，但是这个还是需要保障的Twitter 如果有对接
现实业务和大宗业务啊，估计老马也会上类似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这个你看他那 SpaceX 摔了多少了，对吧？这个人家就是敢摔啊。他最后算完了，他的梳理方式是什么呢？他的不是说完全不在意摔东西啊，他的策略是我算清楚摔一颗多少钱，然后呢，把这个东西作为工程考量的一部分算进去，对吧？这个你像 Twitter，它现在已经开始替代这个电话，替代这个什么各种东西都替代了，对吧？那么后面它可能也要上支付，也要开始在里头做电商。那你以为等 Twitter 做到电商的时候能恢复到8000人吗？恢复不到的啊，所以这个各有各的玩法吧。就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互联网人、软件人对于错误和这个损失的这个评判标准，跟这个做硬件的人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的成本结构和成本产生的这个节奏不一样。电车主要是重量全在底盘的电池上，操控感真的好，好吧？这个也对啊，也对。409型加钱肯定买得上，这种单独对某一区域的禁售没有什么用，我们去其他区域偷偷买回来就行了，是这样的。活捉这还用活捉？我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都在这儿播，然后每个礼拜五晚上也都在这儿播。BDD，应该是基于 E-to-E 理论的测试方法论啊，这个没玩过。以后多弄几次开箱视频，故事加开箱，开什么箱呢？这个你得买新东西才有开箱，也没有人愿意送给我，对吧？这个等你们谁做机器人送我一个，我帮你们开箱啊。BDD 开发模式是敏捷开发的模式的一种啊，强调开发者和使用者和测试者互动模式啊，这个不太了解了啊。我做过特斯拉，周围的妈妈们感觉很满意，而且车里很多逗小孩的设施，例如播歌曲的时候可以大字显示歌词，小孩在后座卡拉 OK，好吧？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去整一个这个理想，对吧？冰箱、彩电、大沙发还便宜，这多棒啊！但是美国应该买不到这东西啊。做过星不是做啊，好吧。呃，我是依然犹豫，不想折腾，我觉得是没必要折腾。当年天津塘沽大爆炸完了，才让微信想起来，把附近的最重要的这个单数据中心机房异地备份了一下。大厂的灾备有的时候啊是这样，就是他真的是赶上了才干啊。而且我告诉你，这帮做灾备的、做容灾的，然后做那个刚才我们讲什么99什么99线、97线这帮人，遇到裁员他们第一个被裁啊。这个你先把这不干活的干掉。AWS 要求5个9可用，组里每周复查啊。但是，我们以前赶上 AW 宕机的事儿也赶上过几次，包括那个，但是最近几次大的这个国际服务宕机，基本上都是那个叫什么Cloudflare 宕机。只要软件不崩啊，先有再好。这个追求完美无错，软件永远也上不了线，是这样的。软件是不可能完美无错的。简历驱动开发就是硬上新技术，为了简历好看，也是三哥传统技能，这开发出来的东西能使啊？大疆麦克风啊，开过箱啊，不过 M2 Pro 还没开过，M2 Pro 它没法开啊，因为你这边做着直播，它怎么开？而且这个就是个电脑嘛，对吧？这就是我现在伸手去摸它一把，对吧？这个我这个动了以后，这个直播就停下来了。你好啊，对，主播能不能提个小建议啊？就是你最近时间啊，这个视频好多 AI 和 AI 相关，还有机器人，我自己不是很爱看这些，但又爱看你的视频。以前你还讲些国内，比如各种高层啊，或者什么这些事情的八卦，现在几乎都是各种 AI 了。如果条件符合，你能不能时不时发点其他内容的视频啊？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因为我毕竟是一个 IT 人士，对吧？这个国内，而且我人在国内，对吧？有些东西不能乱讲的。那个呢，也就是瞎猜的事情，咱们讲了，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而且 AI 呢，现在就是我自己，因为最近也在写程序，在做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好在是什么呢？就是我已经录了快1800条视频了，这个前面应该有些东西慢慢再翻一翻吧。我没法儿是保证未来录什么，我只能是说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录啊，但是一些太这个什么的东西我就不敢说了啊。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呢，我会去说，但是会换一个方式去说，对吧？但是这个因为我还是得在国内混的嘛，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格力全员销售制度这一条儿，对吧？有些人就说啊，你真的是在说董大姐吗？那我当然在说董大姐了，我难道还能说别人吗？对吧？这个我也只能如此了，对吧？还能怎么办呢？炸过才知道当年腾讯云爆直接把一家公司给看没了啊，是这样的，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先买个会员再商量点播，就是有一些这个稍微过分一点儿的内容会在会员频道里，就喜欢听科技啊，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呃，是有兴趣来看啊，这个我们反正自己看，然后其他的这个我们也不用管别人喜不喜欢。Cloudflare 的计费系统故障半年了啊，很多人域名过期很久了，依然正常用，但是他们还不紧不慢的表示修起来有点复杂，我们慢慢修，简直大善人，也行吧。这个八卦知识储备有限啊，这个一方面是有限，还一个是不敢说。这个还有人喜欢聊 AI 的啊，这个最好是直播微调一个 Llama 3的模型出来，这个我需要去学习一下。微调模型这件事儿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啊。炸更健康，不炸做了是成本，炸了再做叫运维，是这样的。Cloudflare 这几次宕机可够吓人的，是因为它一宕机，等于所有的域名解析就会出问题。我每天这个时间都在工作，所以赶不上直播，今晚例外。这样的，好吧。谈八卦网友确实，太难为老范了。范吐槽国内现在，对未来没信心的吐槽已经，这个，哎，这个就不能乱讲了。对了，谁知道除了微信外，还有哪个 IM 软件可以在大陆用？我也不想用微信和国内亲人联系。这个 QQ，其实也还有一些啊，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叫做飞书啊，这个钉钉，就是这种办公的 IM 也是可以用的啊。油管上听床和讲怪力乱神已经是足够多了，对，这个讲这个咱也没别人讲的好啊。刚从苹果换3星，痛苦程度100%，你真干，我们觉得一般就是换到苹果是换不回去，这个还真有人换回来了，这个真不容易啊。对，不能乱讲，我们稳中向好，对，是这样的。好啊，这个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儿了1个小时快50分钟了，对吧？我们本来说今天少聊一会儿的，然后让我稍微休息休息。咱们今天聊到这儿啊，我还有一条视频没上传完呢，这个等我把那条视频上传完了，咱们下周三继续读评啊，周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继续讲故事。好，咱们今天讲到这里，再见。大家还不能说周末愉快，还有几天呢啊。好，那么再这样，再见。